今日我哋會講一個成日都有人問嘅問題，就係低碳飲食對比低脂飲食，到底邊一個對減肥更有效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hn， 歡迎你嚟到我嘅 channel。網上嘅講法好多，研究又各有講法。咁今日我就會同你一步一步咁分析。我哋先搞清楚咩係低碳水，咩係低脂先。大多數嘅低碳水飲食或者叫低碳飲食，都係將你每日攝取嘅碳水限制喺20至50克以下，會叫你 cut 咗含糖嘅飲品、甜品，甚至連飯、麵、薯仔、意粉同豆類都唔建議食得太多。相對地，你會食多啲脂肪同適量蛋白質，好似魚、蛋、堅果、全脂奶製品嗰啲。至於低脂飲食，就係每日脂肪攝取唔超過30%，會叫你避開油、牛油、牛油果、堅果同全脂奶製品，要食多啲低脂嘅食物，例如水果、蔬菜、全穀、豆類，盡量食少啲肉類嘅肥膏，連食雞都要去皮。但係要留意啲所謂嘅低脂產品，好似低脂乳酪，可能會加咗糖分，反而影響血糖。好，我哋而家一齊睇下一啲比較低碳同埋低脂飲食嘅數據。要留意嘅係呢啲研究入邊講嘅低碳，大多數其實都係講緊生酮飲食，就係低碳同埋高脂啦。第一就係減重效果，有一項做咗3個月嘅研究發現，低碳組平均減咗9.9公斤，而低脂組就減咗4.1公斤，距離都幾明顯。第二就係減脂效果，另一個4個月嘅研究發現，低碳組唔單止總脂肪減得快，連腹部脂肪都減得快過低脂組。第三係飽足感，呢項6個禮拜研究顯示，低碳配高蛋白飲食係比低脂飲食更加飽肚，因為你 cut 咗碳水之後，通常會補翻脂肪同埋蛋白質，呢兩樣係幫你 keep 住飽肚嘅關鍵。不過如果低脂飲食食得夠蛋白質同埋纖維嘅話呢，其實都可以有飽足感。淨係好多人做低脂飲食嘅時候，唔覺意會食多咗碳水，咁樣就容易影響食慾同血糖，反而搞唔掂。即係話唔係低脂食唔飽，而係你要識配搭。咁第四就係血糖水平同埋胰島素敏感度。兩項短期研究都話，低碳飲食控制血糖 HbA1c 同提升胰島素敏感度比較有效。不過呢項研究淨係做咗10個禮拜，同埋呢項研究淨係做咗3個月，時間唔長。第五，血脂同埋血壓。有一項3個月嘅研究話，低碳飲食對改善膽固醇比例、三酸甘油脂同收縮壓方面比低脂飲食好。另外呢個研究同頭先我提到嘅一致，就係低碳飲食可以減到更多體重同埋改善 HbA1c。咁第六就係拉長時間線。頭先我哋睇到低碳飲食好似好啲，不過全部都係短期研究，最長都唔超過4個月。如果我哋拉長時間線，情況又會係點呢？有冇研究追蹤超過1年甚至更耐嘅效果？答案係有嘅。其中一項研究追蹤咗低碳飲食同低脂飲食2年。先講下退出率，兩組都有退出率，特別係低碳組去到後期，唔少人放棄咗。咁堅持飲食嘅參與者結果係點樣呢？佢哋嘅健康指標有咩變化呢？2年嘅結果顯示，兩組嘅分別唔大。值得提一提嘅係，低碳飲食由於食得比較多脂肪，所以 HDL 會比低脂飲食高啲。呢個結果係完全正常嘅。不過可惜呢一項研究冇追蹤到參與者嘅血糖水平，所以我睇咗另一項為期1年嘅類似研究，1年後參與者嘅空腹血糖水平、胰島素同埋 C 反應蛋白嘅變化。C 反應蛋白係一種驗證指標，結果顯示兩種飲食對呢啲指標都有改善，但係差異並唔大。總結嚟講，低碳飲食同低脂飲食其實兩種都有效。低碳通常頭幾個月效果比較明顯，但係長期拉勻嚟睇，其實兩者差唔多。當你開始一個飲食計劃，通常會開始注意熱量，cut 走好多加工食品，食翻多啲天然嘅嘢，呢啲都會令到你見到成效。但係無論係低碳或者低脂，當飲食規矩太多、太極端，好快就令人放棄啦。我呢個穩控血糖線上課程唔係傳統嘅死板飲食法，唔係低脂又唔係低碳飲食，唔使節食，唔使計 calorie， 唔使每日壓力爆煲，淨係學識食啱嘅嘢，穩控血糖，健康就會自然嚟。如果你想改善血糖，又唔想食到冇晒人生樂趣，想減重，但又唔想成日肚餓，想食得健康，但又唔想成日計熱量同埋戒口，呢個課程就係特別為你設嘅。呢個課程入邊，我會教你點樣揀啱嘅碳水化合物，
脂肪同埋蛋白質，每餐點樣配搭嚟減慢血糖上升，點樣喺外出食飯都可以做啱嘅選擇，點樣令到你嘅飲食變得更直覺化又唔死板。呢個課程會幫你打好健康嘅基礎同埋穩控血糖，令到你長期食得開心又健康，真正做到食得聰明唔使忍口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課程內容，就可以 click 下邊嘅鏈接。我哋喺下個 video 見，拜拜。